跟表哥合伙包水田养甲鱼，一年净赚200万。分红时，他理直气壮地划走了197万，只扔给了我3万块现金。林子，这3万是你的辛苦费，明年堂子扩大，你接着给我干，哥不会亏待你的。见状中脓血管元气的直率台账，一年200万的利润，你只分3万，你这是赤裸裸的压榨！你个小丫头片子懂个屁！我出钱出地，他就是干体力活的，离了我的平台，他连3万块都赚不到。我拦住快被气哭的血管员，把钱揣进了兜里。行，听你的，钱我拿了，但明年的活儿我不干了。转头我就用这笔钱盘下了村委臭气熏天的烂泥地。半年后，表哥的池子因为水质崩盘，满塘甲鱼都死绝了。而我那片曾被称作死地的水田前，正停满了全省各地连夜来抢购顶级金贝鳖的冷链车队。此刻我揣着3万块出了大门，血管员苏青急匆匆地从后面追了上来。你就这么忍了？那都是你的心血啊！这3万块钱，连买你那套核心控水配方1半的材料都不够。我们可以向上级申请调解的，我帮你作证。我停下了脚步，转头看着这个满脸正义的女孩。在这个吃人的村落里，她刚才的那一句公道话，比1万句安慰都深入人心。但调解没用，我没有入股字据，争来的也不过是无休止的扯皮。苏干事，谢谢你刚才替我说话。其实他刚才说的也没啥大毛病，但有一句话他说错了。离了他，我照样能赚钱。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这3万块足够了。苏干事，麻烦你帮我个忙，去查一下台账。村委那片废弃的烂泥地，现在1年的租金是多少？我要把它包下来。村委的烂泥地？你疯了？那是片死地啊！底泥全发黑了，有害物质严重超标，夏天路过都能把人熏得睁不开眼，连根水草都长不出来。你把这仅有的3万块钱投进去，连个水花都听不见。我没有立刻回答他，而是转身顺着村道望向了村委那片散发着刺鼻气味的黑色沼泽。我迎着寒风，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死地，很快它就会变成整个南城最贵的金窝窝。强子，当初你拉林子入伙，可是拍着胸脯说赚了钱对半批的。如今这200万的纯利，你真的就只给他分了3万？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村里人该说你过河拆桥了。刘老板，我有钱，啥货买不到啊？想签合同，先把这一碗干了。不要命了，再喝下去神仙都救不活你。银行的还款提醒又来了。小刘啊，你是我贷物行的，我得跟你说道说道。合伙这事儿得看谁担风险。你那个表弟就出个手艺，你这又是抵押房子，又是借高利贷的，赚了钱你还分他1半，那你这老板不是白当了吗？这年头有钱就能买到机器，有机器就能养甲鱼，技术这玩意儿最没门槛了。三太公，不是我心狠，这世道就是这规矩。我给他3万块，那是按镇上熟练工的最高工资给他结的，我不欠他。叔，这里是1000块，我要租村委那30亩烂泥地。林子啊，你真不再考虑考虑？那地方可是早年间留下的废水坑，后来虽然填了些土，但底泥早就全烂透了。你把钱扔在那儿，连个响都听不见呀。叔，我心里有数。哟，这不是咱们村的技术大拿林总吗？怎么着？听说你把村委那个毒水坑给包了？我告诉你，林峰，就算你懂点破草药，那地方底泥里的毒素也能把你的王八全毒成死血。不出半个月，你手里那点可怜的遣散费就得全赔光。到时候可别跪在村口求我赏你一口饭吃。哥，有空笑我，不如管好你自己的池子。没有我压着水底的氨氮，你这几天最好多去塘边闻闻有没有腥臭味，别到时候连本带利全赔进去，哭都找不着调。我没再理他，撞开他的肩膀，大步走出了村委大院。时间紧迫，我没有时间跟一个被利益蒙蔽双眼的将死之人争口舌之快。村委，黑色沼泽地，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臭鸡蛋味儿，那是高浓度硫化氢气体散发的味道。放眼望去，30亩地全是粘稠发黑的烂泥，水面上漂浮着5颜6色的诡异油污，这是全村人公认的毒疮，却是我眼里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普通的温室甲鱼喜欢干净的死水，但如果是要养出极品野生金贝鳖，就必须要有极其丰富的腐殖质作为底料。这片常年落叶堆积、破烂发酵的黑泥，经过这么多年的自然演化，里面虽然有害物质超标，但也蕴含着极其恐怖的营养底蕴。我要做的就是3个字：解毒留营。我抄起铁锹，咬着牙开始挖取，令人作呕的恶臭瞬间包裹了我的全身。我不是漫无目的的乱挖，我要利用这片沼泽微小的地势高低落差，在30亩地里挖出9条 S 型的引水沟，这需要极其庞大的计算量和常人难以忍受的体力。一连5天，我吃住都在沼泽地边临时搭起的破窝棚里，每天高强度挥舞铁锹10几个小时，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瞧见没？这就是咱们村那个懂技术的林峰，
听说他表哥分给他100万，他不要，这不拿了3万块钱的散伙费，跑这儿来玩泥巴了。可不是嘛，跟他死去的爹妈一样轴。我看啊，他也折腾不了几天喽。哼，林子，挖沟呢？要不要哥把刚买的挖掘机借你用用啊？不过你那点钱，估计连个油钱都不够吧？林子，你这孩子就是轴，放着强子那边大好的温室大棚不待，非要在这死水沟里折腾。这要是赔光了，你连个老婆本都没了。哼，不知好歹的东西。走，去看看咱们的大棚设备装的怎么样了，别管这疯子。第6天傍晚，夕阳如血，我正在泥水里搬运最后几筐用来做物理过滤层的鹅卵石。岸上的土路尽头，突然传来了急促的电动车刹车声。林峰，你给我上来！苏干事，怎么了？你看看这是什么？我前天偷偷取了你这泥坑里的水样，连夜送到镇上的水文检测站去做化验，氨氮量超标10倍，硫化酸超标15倍，底层的溶氧量几乎为0。林峰，峰哥，你跟我回去，我帮你去镇上联系其他的正规养殖基地。凭你的一手好经验，当个技术主管，1个月也有大几千块的收入。你不能在这烂泥坑里自暴自弃，毁了你自己啊！他是真的在替我着急，替我心痛。苏青，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大自然是活的。你那张化验单上的数据没错，但我并没打算直接把甲鱼扔进毒水里。这是我挖的9曲回旋沟，第1曲我铺了厚厚一层烧透的木炭和多孔废石，用来强效吸附有害气体。第2曲到第5曲，我种满了特定的虎尾藻和水葫芦，它们的根系是吸收氨氮最天然的抽水机。最关键的是，第6曲到第8曲的跌水堰，水流经过我人工设计的高低落差，不断激起大量水花，这是最高效的物理泡气，溶氧量会在瞬间翻倍。沼泽里的腐烂物在活水和高氧环境下，毒素会被底层的有益菌快速分解，最后剩下的就是最纯粹、最丰富的微生物蛋白群。这是野生甲鱼最顶级的天然补药，是花钱都配不出来的黄金底料。这在理论上确实是可行的，但微生态极其脆弱，人工根本无法精准控制变量，没有精密仪器的实时监测，你凭感觉怎么可能做到？别光靠理论了，你可以测一下末端池子里的水质。咦，竟然是纯净的淡黄色。怎么可能？氨氮指标不到0.2，溶氧量超过了8，这是国家1级地漂水的标准，甚至比我们镇上自来水厂的水还要干净。刘老板，这表你得签一下，现在的养殖废水不能直接排进下游的灌溉渠，这是镇里的规定。苏大领导，别拿你们那套死教条来诓我了。我这堂子赚了钱，村里才有面子。你要是真闲着没事儿，不如去帮我想想怎么能多批点贷款。这种没用的废纸，以后少往我这儿送。你看，我就说这地方不适合你这种大小姐吧。这满地的土腥味儿，哪是你待的地方？赶紧回办公室歇着吧你。走喽，你自己慢慢玩吧。谢谢，这的路确实太难走了。以后来基地别穿这个了，你要是怕脏，还是听我表哥的，换个地方吧。哼，谁说我怕脏了？我是来助农的，不是来当大小姐的。看来不像是在演戏。这是你要的登记表。好详细啊！之前在刘强那收数据，他不是说不记得了，就是随手撕下一块纸，歪歪扭扭写个大概养了1万只。林峰，以后我来帮你。我不懂这种神不奇迹的实操技术，但是可以帮你跑手续，帮你算账。我就不信
凭你的技术，我们干不过刘强那个唯利是图的混蛋。有了苏青这个懂政策的官方后勤和高智商辅助，我就能彻底放开手脚了。林峰，现在市面上的温氏苗最便宜的也要20块一只，而且死亡率极高。你现在只剩不到8000块了，就算全砸进去也起不到规模效用。这是我的存折，里面有2万块，你先用着。苏干事，你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钱现在用不上。就算有钱，我也不会去买市面上那些吃抗生素长大的苗子。不买苗？那咱们的池子养什么？去大自然里请。明天一早跟我进山，去黑龙潭。听到黑龙潭3个字，苏青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是大山深处一个深不见底的野潭，常年阴冷，据说底下连着极其复杂的地下暗河，村里最老练的猎户都不敢轻易涉足，传说里面有吃人的水怪。第二天清晨，大雾弥漫，山风刺骨。我和苏青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了崎岖的山路上。苏青穿着厚厚的冲锋衣，背着沉重的便携水质检测箱，虽然累得直喘气，白皙的脸上全是汗水，但她愣是咬着牙，一声没吭。这就是我为什么愿意带她来的原因。她身上有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不像那些娇滴滴的城里大小姐。走了整整3个小时，前方的水声渐大，我拨开一片茂密的荆棘丛，一个巨大的深绿色水潭出现在了我们眼前。水潭3面环绕着陡峭的绝壁，水面上飘着一层森冷的寒气，深不见底。这就是黑龙潭。我们刚走过去，就闻到了一股极其刺鼻的化学药剂的味道。把这几瓶东西都倒下去。是刘强的人，那个带头的叫王彪，是邻村出了名的地痞无赖。刘强想搞温室大棚，需要拿几只纯野生的老鳖去当噱头，骗投资人。快点，快点！这种高浓度的违禁除草剂倒下去，这片水域的生态就彻底毁了，大鳖小鳖都要绝种的，太缺德了。他娘的！刘老板说这坛子里有100年老鳖，全他妈放屁！老子撒了半桶药了，哪来的王八？给我把剩下的全倒进去，把这底下的活物全逼上来！住手！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被刘老板扫地出门的林大技术员吗？怎么着，捡破烂捡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少多管闲事儿！这黑龙潭今天我们兄弟包了，不想惹麻烦就滚远点儿！王彪，你们往自然水源里倾倒有毒化学废液，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我是镇里派驻的助农协柜员苏青，我已经录下证据了，信不信我马上上报相关部门抓你们？现在政策查得严，真把事情闹大，刘强绝对会把我推出来当汤醉羊。行，不到就不到，真拿鸡毛当令箭了。不行，要是就这么走了，也太丢眼了。对了，就这么办。苏大领导，林大天才，你们不也是来抓王八的吗？连我们用高科技药水都逼不出来的东西，就凭你们俩两手空空，想抓野生金贝？你们要是能抓上来一只，我王彪当场跪下叫你一声爷爷！我没有理会他，给了苏青一个眼神，就走向了水潭边。剧毒药水只能毒死潜水区的普通鱼虾，真正的野生老鳖极其狡猾且感知敏锐，遇到危险或水质异变，早就潜入10几米深的淤泥里了。苏青看好了，古书云：水不在深，有泥则灵。金贝鳖属阴，喜阳为震。我从背包里掏出了一个密封的粗陶罐，一打开塞子，一股极其浓烈的混合着腥香与奇特草药味的刺鼻气味就散发了出来。这是我用发酵了3年的动物内脏，混合了八角、丁香和一味独门饮鳖草秘制的诱饵。我把诱饵捏成几个圆球，精准地抛在了水下暗礁的缝隙里。然后我拿出了一根极其坚韧的黑色尼龙线，末端只绑了一节2头削尖，中间带有倒刺的小竹签，竹签穿在最后一块诱饵里，轻轻抛入了水中。大家快来看傻子，拿根破竹签钓王八！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呢？他要是能咬你这破竹子，老子把这黑龙潭的水喝干！这么渴吗？录着呢啊！我对身后的嘲笑充耳不闻，盘腿坐在岸边的石头上，闭上眼睛，手指轻轻搭在了绷直的尼龙线上。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安静了下来，风声、水流声，甚至水下气泡的破裂声，都在我的感知中放大了无数倍。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水面毫无动静，王彪等人都等得不耐烦了。突然，我搭在尼龙线上的食指感觉到了一丝极其微弱的震颤。来了！我猛地一抖手腕，一股巧妙的寸劲儿顺着尼龙线传递到了水底。那是古法钓鳖的绝技卡喉刺，隐藏在诱饵里的竹签在拉力下瞬间横转，死死卡在了老鳖的喉咙软骨里，不伤要害，却让他完全无法张嘴挣脱。林峰，小心！
我的老天爷，这还是甲鱼吗？这他娘的成精了吧？这至少有30年了，这贝甲，这是纯正的金贝老鳖呀！30年，你也就这点眼力见儿？看贝国的经文深度和裙边的包浆厚度，这只金贝起码在这坛子里缩了40年。王彪，回去告诉刘强，别以为盖几个温室大棚，用点激素药水就能叫水产大王。我不玩他那一套，是因为他那一套在我眼里连个屁都不是。拿着你们的毒药，马上滚！林峰，我刚确认了，这种金贝中华鳖属于优良的地方经济水产类目，不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里。明天一早我就去县渔州局，帮你把野生种源繁育引种证和特种水产养殖证全办下来。咱们合法合规的养，谁也挑不出毛病。那就辛苦你了。有了这只老鳖王做种，加上你那片蕴含无限生机的微生态沼泽，刘强输定了。他那个全是药物的死水塘，绝对赢不了你。好戏才刚刚开始呢。半个月后，30亩烂泥沼泽地迎来了彻底的新生。从黑龙潭请回来的几十只野生金贝种鳖，以及几千只孵化出的小鳖苗，全部被投入了这片微生态水域中。它们没有像刘强和村民们嘲笑的那样被毒死，相反，在九曲回旋沟带来的高氧和丰富的腐殖质微生物滋养下，这些野生金贝如鱼得水，展现出了极其恐怖的生长活力和野性。时光飞逝，转眼就进入了盛夏。7月流火，南城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极端闷热天气，连续半个月没下一滴雨。为了追求极致的利润，刘强把放苗密度提高到了恐怖的1平米30只。刘强站在大棚边，热地解开了名牌衬衫的扣子，指着几个雇来的老乡破口大骂：“把增氧机全给我开到最大，快！这他娘的什么鬼天气！还有你老赵，昨天让你们加倍撒的速度撒了没有？”刘老板，撒是撒了，可是这2天池子里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每天早上起来，水面上都飘着一层白色的沫子。而且捞上来的死甲鱼全都是眼珠子发红，底板上烂了勾大窟窿。刘老板，这看着不像天热，像是得病了。烂什么烂？那是天气热自然损耗，这点损耗算个屁！只要挺过这半个月，海鲜大酒楼的赵总就来收货了，300万的单子。都给我把嘴闭严实了，谁敢在外面乱说话，我扣发他全年的工资，听明白没有？没事的，没事的，只要挺过这半个月。林峰那个废物，以前不也就是往水里撒点草药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自己也能行。赵总，出大事了！刘强这边，您最好亲自来看一下。同一时间，村尾的30亩沼泽地，这里却呈现出了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阳光透过高大的水杉树，斑驳地洒在清澈的水面上。由于9曲回旋沟的活水循环，加上大量的狐尾藻和净化微生物，水温被完美地控制在了最适宜的28度。我正穿着水裤站在齐膝深的水里，检查野生金贝甲鱼的吃食情况。这时，苏青骑着电动车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车筐里塞满了各种文件和一台新买的检测仪。林峰，你来一下！刘强真是太可恶了！我刚才去测了刘强那边的水质。氨氮指标已经逼近致死红线了，底层溶氧量更是低得可怕，而且我看到他还偷偷往池子里倒大量的土霉素和孔雀石绿。他总觉得养甲鱼特别简单，是个人就能干。现在这种天气，甲鱼的鳃部黏膜最脆弱，他越是用猛药，甲鱼的免疫系统就崩溃得越快。如果当初林峰没有果断离开，而是继续帮刘强干的话，那即将背上投毒和养殖失败黑锅的恐怕就是林峰了。林峰，我不能看着他那批毒甲鱼流入市场，我已经把化验单复印了，明天我就去镇上的市场监督管理所和农业局实名举报。当心点儿，刘强那种人被逼急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得出来。我会注意安全的。果不其然，当天傍晚，刘强不知从哪得到了苏青去化验水质并准备举报的消息。他夹着个皮包，笑肉不笑的来到了村委办公室，直接把门反锁了。苏干事还在忙呢。刘老板，什么事？青青啊，哥知道你是个尽职的好干事，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我那池子水质是有点波动，但绝不影响卖甲鱼。这点钱你拿去买几身好衣服。这大热天的，别老往水塘跑了。
怪辛苦的。只要你在月底的无公害初检报告上盖个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年底哥再给你包个大红包，怎么样？刘强，你少拿这套来恶心我！你池子里撒了什么违禁药，你我心知肚明。拿着这带毒的东西去害人，你晚上睡得着觉吗？我告诉你，这报告我不但不会盖章，明天一早我还会把你的水质化验单交到上面去。给脸不要脸是吧？你个外地来的黄毛丫头，真以为老子不敢动你？你动他一下试试。林峰，你放手！你敢在村委打人？赵总的单子是几百万的大生意，连村里的长辈都指着这笔钱拿分红呢。你敢断我的财路，老子让你在南城混不下去！你的财路是你自己做没的，跟别人无关。带着你的臭钱滚！行，林峰，你护着他是吧？你们给我等着！我治不了这黄毛丫头，我还治不了你！你最好祈祷你那片破沼泽能撑过这个夏天。没事了。当天深夜，乌云密布，雷声滚滚，一场蓄势已久的特大暴雨即将来临。凌晨2点，几个鬼鬼祟祟的黑影摸到了沼泽地的上游进水口。快点，把桶提过来，倒进这个进水口里，咱们就撤。哎呀！谁在那？是刘强让你们来的吧？是刘老板，他给了我2000块钱让我带人来倒药，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李爷，你大人有大量，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回去告诉刘强，我不会去找他麻烦，因为老天爷会亲自收拾他。走吧，以后干点正经事儿。九曲回环，最不怕的就是大雨。暴雨带来的含氧量和冲刷下来的泥沙微量元素，会让野生甲鱼更加活跃。但刘强的死水温室在这般的低气压下，水底长期积压的有毒气体将会彻底翻涌爆发，后果不堪设想。今天赵总就来收货了，这次又能净赚300万，再加上之前赚的，到时候我就去市里买套大平层，把林峰那个废物永远踩在脚底下。不可能，这不可能！不可能的！林峰以前不就是撒点草药吗？我也撒了药啊，为什么？这什么味儿？这么冲！刘强，你在搞什么鬼？你给老子闻闻这味道，你这是甲鱼池还是狒狒池啊？赵总，你听我解释，这是昨晚下暴雨，是意外，是天灾啊！下面肯定还有活的，您宽限我2天，我再去别的地方调货给您，我倒贴钱给您。调货？老子的国庆高档婚宴已经全订出去了，你让我拿什么去顶？拿这些烂肉去顶吗？去捞2只化验一下，给我仔细查。赵总，孔雀石绿超标几百倍，多种禁用抗生素严重超标，这些甲鱼就算活着也是剧毒，绝对不能食用。而且水体氨氮浓度已经达到了致死量，这是典型的死水缺氧综合症，加上药物滥用导致的生态彻底崩溃。你管投毒叫天灾？刘强，你胆子真够大的，敢拿这种害人的毒物来糊弄我！收购合同立刻作废。按照合同规定，由于你的原因导致交货失败，并试图隐瞒重大质量问题，
违约金300万，1分钱不能少。我的法务下午就会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查封你这大棚和你名下所有的房产车产。我们走。刘强，镇上市场监督管理所和农业局联合调查组已经到了。经举报并初步查实，你大量使用违禁兽药，恶意污染地下水源，企图销售有毒有害农产品，你的资产将被全部冻结，准备接受法律的制裁吧。苏干事，苏奶奶，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认罚，我破产，可是我不想去坐牢啊。林峰呢？对。林峰，他是我表弟啊，他肯定有办法救我的。他水质调得好，他一能帮我洗脱罪名的。求求你带我去找他，我把我所有的机器都送给他，我给他免费打工。找林峰？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把那3万块钱扔在他脸上，说他就是个干苦力的了？你说他离开你的平台，连3万块都赚不到。第二天清晨，沼泽地前停满了重型冷链车，带头的正是赵总。他其实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来的。可当他站在清澈见底的九曲回旋沟前，看着水底那些背甲泛着暗金色、四爪粗壮有力的野生甲鱼时，这个见过无数顶级海鲜的大老板连呼吸都停滞了。赵总，看看成色，这裙边，这厚度，这光泽，我的老天爷，没有任何激素催熟的痕迹，这是纯正的野生种。甚至比我10年前在深山老林里收过的野货还要极品。林老板，我出500一斤，你这堂子里的极品我全包了。去你的！500你想买真正的野生金贝贝，我出800，现金结账，冷链车就在后面。1000，我出1000块一斤。林老板，只要你点头，1000万预付款，我现在就打进你账户。1100、1150、1200。真好，林峰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我没有理会他们的疯狂竞价，而是转身走向了一直默默站在窝棚角落里的几个村民。他们是村里最底层的人，有腿部残疾的李二叔，有早年丧子孤苦无依的刘婶，而站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破烂满身泥浆的干瘦老头陈爷爷。陈爷爷早年因为生了场重病，烧坏了声带，成了个只能发出嘶哑声音的哑巴，但他耳朵一点都不聋。他身边还带着一个天生听力障碍的小孙女。刘强嫌他们干活慢晦气，从来不顾他们，但我在沼泽地走上正轨后，把他们喊了过来。刘婶、李二叔，这第一网的红利是你们应得的。陈爷爷，这个您收好。以后丫丫一直到大学的学费，咱们基地全包了。陈爷爷，您别这样。林峰，情况不对，那是省城海源水产集团的副总裁钱博，他们集团几乎垄断了全省70%的中低端水产市场。刘强以前就是他手下的一个底层代理商，看样子来者不善啊。真是没想到啊，一个穷乡僻壤的烂泥沟，居然能养出这种级别的野货。三太爷，你们村这可是藏龙卧虎啊！钱总您夸奖了，这地本来就是村里公家的，以前是没人管。今天这批货，我们海源集团接管了，你们可以回去了。林峰是吧？刘强那个废物进去了，你这片野池子我接手了。这是省水产商业联合协会下发的内部圈地意向书，我们集团准备在这里搞一个大型生态示范园。三太公作为你们村里的代表，已经同意把这块地转包给我们了。你那份1000块钱的破合同，现在作废了。看在你养出这批货的苦劳上，这10万块钱你拿着。池子里的甲鱼作为生态项目样本，全部由海源集团无偿接收。不许抢林老板的甲鱼！你们这群强盗！不
不许抢，这是我们的命！清场，把这些要饭的穷鬼全赶走，准备下网收鱼。钱伯，你这是明抢！林峰的承包合同白纸黑字盖着村委会的公章，是受法律保护的。你那什么商业协会的意向书，那根本没有行政效力。这明明是林峰自己花钱靠技术改造出来的荒地。你们海源集团再大，也不能在这朗朗乾坤下强买强卖。小丫头，你跟我讲法律。三代公，你告诉他这块地是谁说了算。苏干事啊，这块地当年是村集体共有的，现在有大公司愿意来投资，带动全村经济，我们当然要支持。合同嘛，赔点违约金就是了。林子啊，拿10万块不少了，别给脸不要脸，胳膊拧不过大腿的，赶紧拿着钱走人。还愣着干什么？老不死的东西，滚开！陈爷爷，交给我吧。陈爷爷，你没事吧？给我上！把他给我拿下！这片池子今天我收定了。我的眼睛，我看不见了。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我是海源集团的副总裁。你敢动我一下，我让你在全省的水产界都混不下去，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混不下去，钱总，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有钱有势，就可以随便拿张废纸来抢别人的血汗钱？钱伯，你那份所谓的商业协会圈地意向书，在法律面前连张草纸都不如，或者说，那只是你和三太公在私底下搞的交易罢了。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是省农科院昨天刚刚批废的全省首批自然微生态净化示范基地独家保护授权书。林峰的这片沼泽，因为成功净化了重金属超标的10年废地，已经被省农科院直接列为了最高级别的保护性科研项目。任何企业和个人在没有农科院特批的情况下敢动这里的一根水草，就是破坏国家重点科研设施。你们一个乡下，怎么可能拿到省农科院的批文？因为林峰的这片水经得起任何最严苛的科学检验。半个月前，我把这里的水样和第一批长成的野生金贝送到了我大学导师那里。我导师就是省农科院的首席专家。行，林峰，你有种，山水有相逢，咱们走着瞧。三太公，林子，误会，都是钱伯逼我的，他给了我2万块钱好处费，我一时糊涂啊！你赶紧带着赃款去镇上纪检委把事情交代清楚，要不然我帮你也行。好，我自己去，我这就去。林总，刚才的事情让您受惊了。您这批顶级金贝，我出1200一斤，以后只要是您出产的货，我们酒楼无限量，最高价全包。这不仅是买您的甲鱼，更是想交您这个朋友。老板，你老板，叫一下老板了，你发壶酒啊！赵总，这批货1200一斤，成交。但这笔钱我不全拿，我要成立南城生态甲鱼合作社，所有信任我，今天站出来帮过我的老乡，全部技术入股，年底分红。深秋的南城，风中已经带上了刺骨的寒意，但李家村的村委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短短3个月，南城生态甲鱼合作社彻底成了全县的致富标杆。30亩活水沼泽被划分成了极其规范的诱鳖区、惩鳖区和生态净化区。曾经那些被全村人瞧不起的苦命老乡，现在一个个腰板挺得笔直，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光芒。爷爷，我听到了，有小鸟在叫，我听到小鸟叫了。
林峰叔叔，丫丫能听到小鸟叫了，丫丫也能听到水里的扑通声了，是甲鱼在游泳，对不对？对，他们在说丫丫的耳朵好了，我们很高兴。素清姐姐，你听到了吗？小鸟在叫。听到了，姐姐也听到了，真好听。林峰，你看，这一切都是你改变的。县农业局已经把我们合作社报上去了，如果这次能拿下全省特优农产品的称号，我们的市场就能直接打进京城和魔都的高端圈子，这帮苦命的老乡就真的彻底翻身了。是我们改变的，没有你这个懂政策的大管家，我一个人就算长了8只手，也搞不定那些繁琐的资质审批和账目核算。尝尝，陈爷爷养的鸡吃我们沼泽地里的水草和虫子长大的，绿色食品。好吃。李老弟，苏干事出大事了，天塌了，天塌了！赵总，出什么事了？我们的货出问题了？不是你们的货出问题了，是市场上突然冒出来的克隆军团。这是金贝甲鱼，可是南城除了我们家，根本没有第二家有这种野生种苗啊！这就是要命的地方啊！从昨天开始，市面上突然涌现出大量这种金贝甲鱼，打的是海源集团特供生态甲鱼的旗号。你们猜他们卖多少钱？300，只要300块1斤。林老弟，你的甲鱼我进价是1200啊！现在我酒楼对面的那些中低端馆子，全都在拿这种300块的甲鱼造牌菜。我酒楼里的老客户一看，别人家300块就能吃到跟我们一模一样的金贝甲鱼，全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黑心奸商。我昨天一天到了40多桌高档婚宴的推订电话。再这么搞下去，不出1个星期，不仅我的酒楼要破产，你们合作社的金字招牌也得彻底烂大街。到时候谁还信你这是1200的野生金贝？人家只认300块。钱伯，好狠的手段。苏青，辛苦你带这只甲鱼去一趟省农科院的实验室，查它的背夹成分和血液残留。我要知道它身上到底被做了什么手脚。好的，交给我吧。林峰，化验结果出来了，那根本不是什么金贝甲鱼，那就是市面上最廉价的温室甲鱼啊！钱伯那个丧心病狂的畜生，用了一种名为工业黄胶6号的强力化学染料，给甲鱼的背部进行了强行染色。为了让裙边看起来厚实，他甚至还给甲鱼注射了劣质的硼化胶和大量的皮质醇激素。这东西如果长期使用，不仅严重损伤肝肾功能，甚至还有极高的致病风险呢。他们这是在拿老百姓的健康换钱啊！苏青，你别太激动，路上不要着急，注意安全。林老弟，现在怎么办？就算我们知道它是假的，但消费者不知道啊，他们只看卖相和价格，300块的诱惑太大了，劣币驱逐良币啊！再这么下去，不出3天，我们的真金贝就彻底卖不动了。陌生的省城号码。林老板，最近生意还好吗？听说你的金贝甲鱼卖1200，真贵呀！怎么不说话？忙着捞子鱼呢？哦，不对，你那池子水倒是挺清的，可惜呀，水再清也架不住没人买呀。给甲鱼注胶染工业漆，钱伯，你不怕半夜鬼敲门吗？林峰，你太天真了，鬼有什么好怕的？我告诉你，这就是资本的力量。
你懂吗？你以为你仗着有个懂点政策的苏青，搞个什么农科院的文件，就能跟我海源集团斗？我告诉你，在这个市场上，我有100种方法玩死你一个乡下人。我每天能往市场上倾销10吨这种甲鱼，我亏本卖到200块、100块一斤，我也能硬生生把你的市场份额砸成0。只要你的货卖不出去，你那个什么狗屁合作社，还有那些指望着你吃饭的穷鬼，全得饿死。到时候你那片破沼泽，还不是得乖乖求着我来收购？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我已经买通了几家省级的自媒体大 V， 明天一早他们就会全网发布文章，揭秘天价金贝甲鱼背后的暴利骗局。林峰，我要让你身败名裂，我要让你跪着求我收购你那片破沼泽！完了，全完了！海源集团这是要赶尽杀绝呀！一旦那篇造谣的文章发出去，加上价格战的冲击，不仅你的甲鱼卖不出去，我的酒楼也得跟着关门大吉。林老弟，对不住了，这场商战我们打不赢的，他的手段太脏了。赵总，站起来，天塌不下来。赵总，你立刻以你海鲜大酒楼的名义，向全省媒体、美食界以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出邀请函。3天后，在你的酒楼大厅举办一场真假金贝甲鱼盲测大会，把钱博的假甲鱼和我们的真甲鱼放在同一口锅里炖。放在同一口锅里炖，林老弟，那假甲鱼的颜色煮熟了也不会掉的，他们用的是强力固色剂呀。到时候如果大家吃不出来，或者那些自媒体被他们买通了乱写，我们就彻底身败名裂了。这是往枪口上撞啊！我回来了，这是所有的证据。辛苦你了，苏青。不过还得麻烦你明天一早带着这份化验单去一趟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向他们实名举报。钱博既然敢拿这种毒东西糊弄老百姓的命，咱就让他彻底见光。明白。3天后，省城最繁华的商业街海鲜大酒楼门前豪车云集，人声鼎沸。赵总为了今天这场生死豪赌，直接把整个1楼2000平米的大堂全部清空。大堂正中央赫然摆上了一口直径足有2米的仿古青铜大鼎，大鼎下方架着上等的无烟果木炭，炭火烧得通红，鼎中装满了从南城运来的清冽高山泉水，此刻已经微微沸腾。大堂四周挤满了全省各路媒体记者，拥有100万粉丝的美食博主以及水产界的各路大老板。这场真假金贝甲鱼盲测大会，在苏青和赵总的刻意推波助澜下，加上此前退订风波的发酵，已经成了全省热度最高的商业大事件。哟，赵总，场面搞得挺大，怎么嫌自己死得不够快，非要把全省的媒体都请过来，见证你的酒楼是怎么关门大吉的？是真金还是破铜烂铁？咱们今天锅里见真章。好，有骨气。各位媒体朋友，各位水产界的同行，今天我钱博代表海源集团，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揭穿一个欺世盗名的暴利骗局。这几年市场上总是有些不法商贩打着所谓的纯野生、古法养殖的伪科学旗号，把普通的甲鱼卖到1000多块一斤的天价，这是在吸老百姓的血。而我们海源集团响应评价号召，利用现代高科技生物工程，成功培育出了物美价廉的金贝生态甲鱼，只要300块。对，坚决打倒高价骗局，支持海源集团的平价海鲜，让老百姓都吃得起金贝甲鱼。哈哈哈哈哈哈！林峰，你这身行头倒是挺符合你那泥腿子的身份。怎么，你的天价甲鱼呢？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啊，看看它到底镶了金还是带了钻。钱总，不用急着扣帽子。古人云，真金不怕火炼。既然是盲测大会，那我们就用最公平、最原始的办法。赵总，麻烦你把钱总带来的甲鱼和我的甲鱼分别下在鼎的2槽里，不加葱姜蒜、料酒和任何去腥调料，纯火清炖。开什么国际玩笑？不加任何去腥调料，纯水炖甲鱼，那土腥味能把整栋楼的人熏吐。老铁们，看到没有？这小子怕是连厨房都没进过吧？这是破罐子破摔了！哼，我那批货早就用涂层封住了腥味，你连料酒都不放，简直就是自寻死路。好，有魄力，那我今天就成全你。赵总，下锅，
大家看清楚了，我们海源的科技经得起任何极限考验。火候到了，开顶！天呐，快看那汤的颜色！这是魔法吗？太不可思议了！不，这不可能！不。 怎么？你以为靠着化学染料和注胶把外表做得一模一样，就能拿出来蒙人了是吗？我告诉你，真正的金贝是靠着干净的活水、天然的底泥，一天天实打养出来的底子。这叫一分水土一分货。好食材从来不需要重油重盐去遮掩。今天这口白水锅就是为了让大家看清真假。真金不怕火炼，靠走捷径弄出来的假东西，火一烧，自然就烂在锅里了。 骗子！海源集团是投毒犯，这种无良企业必须倒闭！老铁们，不关我的事儿，我也是被钱波骗了，我不知情。拦住他们！把摄像机全给我砸了！不许拍！谁敢发出去，我海源集团弄死谁！ 我看今天谁敢乱动一下！钱伯，就在半个小时前，省联合稽查队已经兵分3路，同时查抄了你名下最隐秘加工厂。我们拿到了你非法购买黄胶6号工业染料和劣质硼化胶的全部账单底稿、银行转账记录，以及你指使员工恶意投毒造假的全部录音证据。钱伯。 跟我们走一趟吧。苏晴，这回真得谢谢你。 要是没你跟着忙前忙后往省里跑，这坎儿我们过不去。现在合作社算是稳住了，但我这人嘴笨，只懂在泥里养甲鱼。以后摊子铺大了，外面的事儿和那一堆账目，还得辛苦你多替我们操心啊。林峰，省农科院昨天来了调令，想破格提拔我回省城当研究员，但我拒绝了。我觉得李家村的空气更好。 那里的水更清，而且合作社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账，除了我，谁也算不清。几个月前，我手里只有3万块钱，被所有人踩在烂泥里嘲笑。而现在，我站在了全省水产行业的巅峰。我的身后是几十个因为我而改变命运、重获尊严的底层老乡，还有身边这个愿意陪我扎根黑土地一辈子的女孩。 这天地间的水质，终于彻底清澈了。